在亚东玩了几天，终于到了说再见的时候。亚东虽然处于中印边界的祖国边境线附近，但是仍是个美丽的地方。不仅山清水秀，而且在亚东县内还有雪山神湖，其中的珠穆朗玛雪山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雪山，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。我们告别了亚东，继续向喜马拉雅山谷中5条沟的第2条沟驶去。这第2条沟就叫做陈塘沟，但是亚东到陈塘沟的距离太远，我们只能开始赶路，不知道今晚会在哪里休息。开了一会儿车，路上就开始下雨。大家之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过亚东河水流很大，这就是因为亚东县处于喜马拉雅山南麓，降水非常的多。同样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墨脱也是这个样子，马上要离开亚东，离开卓木拉日雪山。狒狒在雪山前情不自禁地跳起了锅庄，也希望这个珠峰的姊妹峰能送给我们祝福。终于在晚上赶到了海拔4700米、世界第3高的城市冈巴县。到的时间也就晚上9点多，但整个县城几乎看不到人，很是冷清。找遍了县城，发现只有3家酒店，已经有1家有房，环境差，价格贵。一大早醒来，我们俩准备看看这个海拔4000米的县城到底长啥样，也给以后来这边的朋友做一个参考。刚才大哥聊天，都是你的牛吗？这是小帅哥。问他，帅哥，这都是你家的牛，有多少头牛？200多。200多，都是你们家的？就是一头牛多少钱？1万多。哇，那你有300万。你们家好有钱呀！哎呀，刚刚那个帅哥说，他们家有200-300头牛啊，一头牛1万多。对呀。哇，看路边不起眼的一个牧牛小哥，都是300万，至少坐拥300万的富豪呀，是吧？哇天，太有钱了！太有钱了吧这个！他们家有200多头牛啊！对呀，太厉害了。沿着国道行驶，我们到了康马县。康马县是西藏自治区日喀则的县城，常住人口2万人，是以牧业为主的半农半牧边境县。北靠江孜，东南与不丹王国接壤，边境线长78公里，是西藏通向南亚4大陆的重要通道。我们在县城转了几圈，这个县城实在是没什么人气，可能因为我们到的时间是中午，西藏地区中午的太阳那是相当的炙热，大家不愿意出门。尽管如此，康马县和亚东县相比也是差了很多。亚东县有很多的高楼大厦，各种各样的商店、酒店、餐厅，但是康马县相比就冷清了很多。所以说，在边境地区，并不是每个县城都像亚东这样繁华的。这条路太酷了啊！对呀，感觉在荒原中开出来的哈。茫茫荒野，100公里就我们1辆车。还有2辆藏民的车了。挺害怕的还。这路是新修好的，国道219，路况真好，一个坑都没有。对，就是延边公路哈。对，就是我们从东兴开始走那条延边公路。我们实际上呢，基本的路线大致是顺着这条延边公路走的啊。对。前面超美啊！现在冈巴县到了。冈巴县，中国石油。所以你西藏这边的县城都有中国石油呢，对，而且都有95号。对，不用太担心加油的问题。一个县城离一个县城的话，除了新藏线无人区那段，正常的话200-300公里就有了。100-200，好多100-200。对，所以那个油箱大多数都是 OK 的，可以的。关门了。我们现在去住宿。走吧。我刚看下地图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定结县城啊，这个冈巴县城离印度特别的近。对。你看我的。好多人不在这住，你知道为啥吗？这海拔太高了，这边海拔4700米。对，你看它离印度这么近，就挨着印度呢。对，很近。你划一下我的。那是尼泊尔。印度。印度啊，大吉岭啊。你说定结啊那儿，我可能是那个位置。我俩刚刚订完酒店，现在来吃个面。太疲惫了。
找了半天，这个整个县城就2家酒店。对呀、今天开了将近300公里哈。主要开的时间长。对。我点了一个孜然羊肉盖浇面，狒狒点了一个牛肉拉面，是吧？他有点感冒，喝点热汤。然后这个是青海的馆子，所以先上了一个3炮台。哎呦，我们俩的饭上来了，狒狒的是一个拉面，不过这个面感觉是有点粗啊。这个拉面拉的有点粗。然后我的要了个孜然羊肉盖浇面。你的面感觉挺香的。我吃个洋葱。你吃个羊肉。我吃羊肉。这是我跟狒狒，我们今晚在这叫冈巴县住的酒店。我们找遍了县城，就2家酒店，结果1家住满了，另外1家就这样的条件。不，3家。3家酒店，对，2家住满，剩1家是这样的环境。这酒店多少钱来着？250。这房间单人间最小的，然后250。天哪！人家不给少。太贵了吧？这就这么小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看，我现在在这个大门这一块儿，然后我们这一张床，一个小桌，床还挨着墙，而且这个床好窄，床好像1.4米、1.5米的吧？对，不到1.5米，感觉没1.5米大。像我们2个胖子睡觉，估计晚上有的挤了。哎，冈巴县以后大家尽量能不要在这儿住就不要在这儿住。对，这一酒店太少了。老板说这边好多工地在这儿长租呢，虽然这儿没游客，这游客很少。我们晚上在这儿大概也就见了10个游客。对，10个游客可能就分布于2、3辆车，一个车好几个。对。然后他这边主要是很多工地上的人，他们在这一租上个把月、1个月的，对，所以就没地方给我们住了。而且这海拔特别高，太高了这儿。4700米。这是我们这次出门住的最高的地方了。对，这就是新的一天。我俩昨晚在海拔4800的地方睡一睡觉，狒狒半夜没睡着，翻来翻去的。感觉提不上气。昨天在感觉胸口压了个大石头。哇，真的是昨天在这个小房子蜗居了一晚上。它没窗户。对呀。面积又小，我们2个人在里面，感觉氧气都不够用的。又脏。对。大清早起床后，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县城吧。冈巴县位于中国西藏日喀则市东部，喜马拉雅山中段北麓，南与西金雪山接壤，常住人口11000人。冈巴县属喜马拉雅山高山地貌，全县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，海拔高度仅次于同属西藏的双湖县和安多县，是世界海拔第3高的城市。对于适应内地生活的我们来说，在这边无论走路或者睡觉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。冈巴县自然植被稀疏，城市的周边基本都是荒山秃岭，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县城内部的建设还是不错的。因为这边的海拔实在太高，极少有人能够适应，所以在这儿几乎见不到游客。我们也是误打误撞才来到这里，但旅行总是充满了意外又充满惊喜。就是因为这边地处喜马拉雅山脚下，一大早我们就能看到喜马拉雅山群峰的壮美。大清早出太阳了，真的特别的暖和。整个县城没有人。昨晚把我俩冻死了。着急就咱俩。对。哎，看到雪山了，喜马拉雅山啊。对，都是喜马拉雅山脉的。天哪，这个县城真是绝了。旁边有好多的这种，这都是山吧？县城周边，这是安置楼房啊，没有什么人，真的没有什么人。那能吃啥了吧？看你喜欢。我还想吃昨天那个面。能吃吗，老板？这我不能吃了，面反正也是限食物嘛。哦，好，谢谢老板。有椰胶有面。我看一下，老板，这地方咋没人啊？这个县城。啊，这个县城本来就小啊，游客少是吧？县城都在2000来万人。这离印度有多远只有10多公里。10多公里。老板，这县城有多少人啊？这是2000多人。这个县城整体县份才几千人啊？县份才1万多人。哦。一共1万。哦，我明呀。旁边的房子是安置房吗？对门房，这是县份上的，是县委县政府
哦，县政府的房子。本来就是，等于是按照住宿。公务员的这边那么离弄的他们也是。这县城真小，我们昨天晚上转了半天，才两三家宾馆。哎呀。是的，而且都是满，你只有这么多人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。多了，这两天就看这旅游旺季话人多的，多的就满场。是。平时人靠这县份上的人就。这边有印度人过来吗？没有，不允许。这没口岸。翻不过来啊，有山的啊。咱不允许。在这个县城待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上，有什么感想？哎呀，没什么感想，我想离开这儿。这太荒凉了啊，是吧？对。我觉得县城比扎达那边普兰还要荒，是吧？就是，你好。这县城就没人，基本上。嗯。特别的奇怪哈。昨晚没睡好，主要是。哦，是。那躺在那儿，感觉胸口压个大石头。你翻来翻去的。哎，然后又把我吵的。深呼吸。以前你睡觉都不吵的，你知道吗？昨晚感觉就不停的翻。真的海拔太高，人晚上睡觉不太舒服。有没有跟大家建议的？以后来旅游的话，要不要来这个县城？要不要来县城？我们也不是来这旅游的，我们是昨天刚好晚上就到这儿了，就该天黑了，该休息了。对。就顺便在这睡一下。我觉得一般4500是个坎儿，是吧？4500以下就其实没啥事，4500以上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反应。对。我们现在吃饭，看到那个门口走了2个阿家，他们就穿的老厚了，是吧？冬装啊都是。对，所以说这边就特别的冷。我俩早上吃的这个鸡蛋面，这个鸡蛋都是絮的，絮装的，外面太冷了，吃一个鸡蛋面暖和一下。我们在这儿吃饭大概吃了20分钟了，从门口过了大概4个人5个人，还有几只鸽子，挺好的，说明这个县城生态环境很好。这就是这个县城，现在已经快中午了，还是没有人。山上那个什么呀，好像以前的城堡什么的。对面就是喜马拉雅雪山，连片的雪山，一会儿开过去看一下。我跟狒狒现在在这儿停着看一下，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县城。前面连绵不绝的喜马拉雅山的雪山就是国境线了，就10几公里。然后在县城的旁边看县城的话，其实不大。我们昨天就从那条路过来的，走到县城里面，县城就这么一点点，看就这么大，这是一眼望得到头啊，就山下面这一些。吃饭的话就在我们刚才吃饭的2条街道上。但是县城整体建设还挺好的，这个是应该是消防队吧？消防队。然后这边还在建一个体育场，那体育场建的真好，还有塑胶跑道，还有观众席，哇，建的真不错。那这体育场绝了。所以现在中国的基建真的很牛，连一个就几千人的一个县城啊，基建都建得这么好，太美了！以后你要有机会在这边踢足球，然后看着喜马拉雅雪山，那感觉倍儿爽。这就是港巴县的中心了，港巴镇。所以这边的西藏的好多县城都是以一个镇为中心扩建出来的，还有中石油，我们昨晚在那儿加油的，现在就走了。